好，回到节目，我们要继续探讨美国现在很多的决策是越来越荒谬了嘛？我们来看到，原本美国吹嘘自己啊，在这个不怕全球的油价上涨，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页岩油这个东西，就足以能够实施能源独立，不缺油了。没有想到荷姆兹海峡呢，导致这个石油供应短缺之后，美国的油价该涨还是涨啊，该飙还是飙啊，苦的都是老百姓在苦。来看摩根大通的一个数据显示。这一波的油价大涨，美国的油价每 gallon 他们是用加仑来算的，突破了4.5美元哦，已经是创近3年的新高了。而且零售汽油的价格涨幅呢是超过42%的，而且美国的冲击哦，要比东南亚地区的平均涨幅37%还要更高啊。那你这个页岩油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哦？也看不出来。所以全球油价无差别的涨，美国也是受害者之一。但是川普没有苦民所苦就算了。他甚至喊出呢，我不怕油价涨到200美元也无所谓，这一场美伊的战争呢，发动他认为都还是值得的。好，我们也看到了，这说这种话，不知道听在美国老百姓的耳里哦是什么样的作何感想？苦的都是人民，爽的都是高层。因为路透社分析，又有人在做这个内线交易了。神秘客投注了70亿美元放空油价，而且他的进场时机点精准到秒计，这根本就是一个神之操作哈，然后获利了高额的这个数亿美元之后获利了结，爽歪歪。那美国的司法部跟监管机构都看不下去，现在要介入调查。这已经不只是这个有高层或者是有权势的人士哦，利用美国总统川普的很多决策呢，在从中发大财，不管是发油财还是发战争财都好，已经是不止第一次这样子做。所以我们都看到，现在面对石油版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这个乱象，川普已经把美国老百姓的基本民生，加油是个基本民生哦，已经搞到这样子乱七八糟，民怨四起了。他其中选举难道都不怕吗？叶老师，我必须要跟大家稍微教育一下哈，这个是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美国也是一个基督新教的国家。美国资本主义对于钱的这个贪欲的压制是靠自己的道德上的修养。那美国现在选出一个完全没有道德良知的人当总统的话，出现这个结果。他这边所讲的事情，我跟大家稍微仔细强调一下，就是2-3天前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川普有 Axios， 它里面登出个消息，就说川普的话呢，打算用一张纸写了14点，他们要和谈协议的决定。这个和谈协议里面讲得非常乐观。那么就在这个 Axios 在发布这个消息之前的时候，就有一个神秘的投资商，他这个放空油价啊，然后呢，据说呢放空了赚了大概1.2亿美元吧。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很明显的有内线交易的这种感觉。那事实上的话，川普这不是第一次了。原来有个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鲁格曼的话，他就已经说到了，就说你这个要仔细的调查，因为这个内线交易实际上情况，这天底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而且大家知道无巧不成书，你巧一次就已经够奇怪了，你连续接二连三的事情，这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你知道吗？所有的市场中最害怕就是内线交易，而且最害怕的比内线交易唯一麻烦的事情，就是内线交易的结果居然没有被抓到。大家知道市场中是同一笔账啊，不是你赚就是我赔。那这个人赚了1.2亿美元以后，就是有很多的投资客要赔1.2亿美元。那么这个是各式各样的基金里面所产生的结果。那川普现在完全不以为意，装不知道的结果下，那就看美国的司法调查能不能把它抓出来。不过这里面他讲到油涨到200美元都不稀奇，他一点知识都没有。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那么就是说为什么荷姆兹海峡的油出不来，美国的油价会上涨？汽油价会涨，这个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首先第一个页岩油的开发是最近10几年的事情，这个并没有说是一开始炼油厂就能够炼到油，因为大家知道炼油厂是要根据油，而且美国炼油厂的根据的油都是中东来的油，又好又多又便宜，所以长期以来的话才有石油美元的绑架，这个绑定在一起这个结果当中，使得目前为止美国面对的情况也非常麻烦。而川普讲到200美元不稀奇的话，我分3个原因来讲。第一个，他是 billionaire， 他是亿万富翁，他不在乎涨价。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大家心里要了解，这个油价到目前为止大概是100几到110，还会继续上涨一段时间。它是为了让大家心理上有一点舒适感觉。还有第3点，我觉得问题非常严重，就是说这个油价200美元可能是他随口而出来，也可能是他经过他评估，因为他毕竟是总统，他得到很多消息。他就说，如果我们跟伊朗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话，这个有世界缺掉1/3的油，请大家注意，原油的需求是刚需，它少了一点
都不行，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价钱到200价嘛。我所得到的消息是200极有可能到达。哇，200，那大家这个苦日子可能还在后面，要准备一下。对，好，我们来看众所周知呢，美国民众是非常喜欢开各种各样的大车、肌肉车、野马，对不对？但这些东西都是油耗怪物嘛。那现在很多家庭就是为了省油他们被迫要放弃这些大车了，改开小车，改开电动车。你包括去搭邮轮，你包括去坐飞机，不好意思，你的票价也全部都是起涨的。我们来看美国的联邦储蓄银行就有一份研究揭露呢，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的低收入家庭他们虽然已经减少了7%的汽油消耗量，但是他们的汽油支出仍是增加了12%。反观高收入家庭的汽油消费量仅减少了1%所以呢，富裕的家庭跟中低收入户，你光是在汽油这样的刚需消费上就呈现了一个 K 字形的一个发展。那说白话呢，就是这一次石油涨价的事情，又进一步导致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的扩大。好，当美国人都开始买小车、开电车，然后为了省能源省东省西这么拮据，过去一个喊民族口号而自豪的国家，怎么能够容许这样的民生正义遭到践踏、遭到这样乱搞呢？所以我想问一下议员，你怎么看现在美国这样石油之乱？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大陆，然后呢，在摄影棚当中，应该就会有一些张牙舞爪的人说，中国就要崩溃了，马上就不行了，崩溃了，对吧？就你看这些数字如果全部都发生在大陆，那某些媒体会怎么去形容它？然后要崩溃了，对那要完蛋了怎么台湾还有这么多人去相信它呢？就还有一大堆的这种舔某国的分子，所以同样的道理，就这些数字是真的很难看，就客观现实上真的不好。美国现在呢，富人资产膨胀，穷人账单爆炸，华尔街在狂欢做空，但是主街的小老百姓却是在哀嚎求生。先看到这个油价，它对底层呢是完全的这种剥削跟压榨。说年收入低于4万美元的家庭，汽油消费量被迫要减少7%，但支出增加了12%，那啥意思？就活不下去呗，对吧？支出越来越多我都省了也省不到。对就省也省不到然后他们甚至必须要去削减自己的食品跟医疗等必要开支。但是对于那些有钱人家来说呢，他的高收入家庭他的汽油消费量只降低了1%，啥意思？就消费根本就不受到什么影响，他们甚至还可以从能源股或者呢是做空交易当中继续获利。那这实在的就是对每一个家庭的沉重负担跟打击。高油价预计今年将额外榨取家庭1500亿美元的支出对吧？那这些钱是花在哪里？你还是一样花在本来的油上面，它就是烧掉了，它就是当成电费一样烧掉了。那本来大家可以不用花这个钱那川普讲的这个话更是脱离民意的傲慢。这川普说油价涨到200，战争也值得，那就跟基层的民意完全断绝。所以目前美联社的相关民调，63% 的美国人觉得油价这么高就是川普害的。对，所以他的支持度也暴跌，3个月内下滑10个百分点。曾经支持他的这些蓝领的选民都觉得被背叛，对吧？当初你不是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你要拯救我们的生活结果发现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越来越差？所以回到了11月的中期选举只剩下半年，油价已经成为整个共和党的选举毒药。没错，其实美国的这些问题刚好我在我出版的书籍当中，也是呢有写得非常的清楚但当然我们都不是来打书的，就是说它总是有一些学术跟客观的依据，都已经讲美国目前正在进入到了帝国晚期，那它的衰落都有一些客观的指标。所以目前美国所面临到的状况，又加上了战争，实际上是把美国整个的国力都往悬崖上面推。所以战争在波斯湾上点燃烽火，那么油价呢，在加油站上也在燃烧，烧的就是共和党的选票。了解，好，谢谢议员的分享。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看议员更多的想法的话呢，记得去这个上网搜集一下议员最近这个出版的著作。好，我们持续来看美国银行的研究院呢，另一份报告其实也是间接的佐证现在美国这个基层老百姓真的很不好过的一个状况。因为报告里面指出，最贫穷的1/3的家庭中他们有1成的家庭必须把10%的收入是用于汽油支出的，但是相比之下，高收入的家庭花在这个部分却只有2.7%，导致低收入家庭他们必须要削减其他的开支嘛，包含减少很多的非必要品，甚至是什么教育医疗等等。
好，所以美国底层继续被高油价给榨干。但是刚才我们提到，却有一些人靠着关系、靠着权力、内线交易赚得盆满钵满。所以这样对比之下，就显得非常的讽刺哦。这不是一句资本主义就可以轻松糊弄过去的事情。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失控，社会的撕裂感也越来越加重。我不知道哪一天这个零元购的戏码会不会在加油站就直接上演。所以将军此情此景，你怎么看现在美国的一个氛围？我认为有几个因素。第一个，美国的贫富差距太大了，它10%的收入占这个顶端的人呢，收入囊括了70%的资源。另外90%那么多人，你只分这个30%。你看看贫富差距多大？我们90%那么多人，只分那个小小的30%啊，就是这样子，你怎么办？你要不要过？要过。所以现在美国储蓄率低，你不能怪它储蓄率低，为什么？大家都刷卡，都靠借贷度日，你这个薪水一下来你还卡快在这还光了，你还有多少消费力？那你是不是又在继续刷卡？那你没办法储蓄了。你如果没办法储蓄，你就变成对通货膨胀的忍受度很差。你物价一涨，油价一涨，哇，怎么东西那么贵？因为你没有存钱啊。你有钱的话，你现在可以忍受度高啊。你没有存钱啊，你忍受度就低啊。我们现在知道，美国人口3亿4千万，美国车辆数登记多少？3亿耶，几乎每个人一部车哎。当然，因为有人有2部、有3部，对不对？你大巴士你要算进去啊。你这样，那是不是这些都在烧油？那烧油，你对油价的敏感度是非常敏锐的，不是说我们大家我没有车，我不烧油哈，你们的。第二个呢，美国的电动车很少，都是烧油车。那你这样油价一上涨，你看他们怎么过？所以大家通膨的忍受度是很差的。我们看在上个月，美国的这个4月份通货膨胀是3.5%，哎，100块你涨3块半呢，你能不能忍受得了？那种敏感度，有钱人无所谓啊，有钱人毕竟少数，我们大部分都是没有钱。你涨100块涨3.5%，你受不了吗？加油都在对你加油涨，你不要忘了其他的民生物资啊，这些奶粉、面包、牛肉都涨。都跟着涨，农产品都跟着涨，你受得了吗？所以中下阶层他受不了。第3个因素，美国的国债高，现在是39兆，你国债越高你可以举债的空间就越压缩，你就没办法去补助了。是，本来以前我们可以补助没有问题，我们来补助大家，但现在我们可以举债的空间已经被压缩了，不能再补助了，再补助我们国债马上破40兆到41兆，我们还怎么办？大家都尽量的能够省。是，所以。我们这样看过来，美国我认为它不乐观。美国现在的贫穷人口数是4300万人，这个政府补助你那个食物券还是什么，但是还是入不敷出。我光靠那些补助我奶粉、补助我面包还是不够。但是你要想到4300万人在美国，3亿4千万人，比重也蛮重，1成多哎。你想想看能不能受得了？这些都是我认为这些都会造成川普的压力。所以川普说，这个。让那个美国生活更好，我看他让我们再次伟大，他结果变成让美国继续痛苦。没错，就是这样，大家生活过不下去啊。是，所以2026年这个差不多走到一半下半年美国人民的情况会不会好转？真的，川普总统你要好好仔细想清楚了。好，稍后我们要继续讨论他另一个令人怨声载道的话题，就是什么字？2个字，关税，再度被法院否决了。还有，美国如果想从欧盟身上来讨便宜的话，以军事协防当作威胁筹码，这条路还可以继续发挥作用，还行得通吗？更多的国际博弈分析我们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